Hello，大家好，我是维克，欢迎来到这集的节目。那么今天道奇迎来了热身赛的第3场比赛，也迎来了3连胜，非常的爽。而且今天呢，也看到了 Vesia 上场了，非常感动。看到他能够克服生活上的这个低潮，重新回到场上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好。所以今天这集呢，会带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场比赛当中有哪些地方可以关注的，以及回顾一下过去的这3场胜利。另外呢，也会更新一些最新的道奇相关消息给大家，方便大家可以理解球队目前的一些状况，还有球员的一些动向等等。那么首先先来看一下今天这场比赛，道奇对上水手。道奇这场是由 Landon Nick 担任先发投手，主投1局用9颗就下课了，非常有效率。而且今天道奇每一局呢都有更换投手上来，总共用了9个人次，完全压制了水手。那么在打击的部分呢，则是靠着新秀 Alex Freeland 在第4局的带有2分打点的2垒安打，帮助球队呢取得2-0的领先。最终全队敲出了10支安打，以3-0完封了对手。道奇在这3场热身赛当中有2场比赛的团队安打数呢都超过双位数，而且投手端的压制力呢也很够。第1场对上天使的比赛掉2分，第2场对上教士掉1分，而这场对上水手1分都没掉，所以整体的状态看起来呢是不错的。那么回到这场比赛有几位选手呢，我想特别点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今天的先发2垒手，担任第1棒的这个小金，他今天呢又敲出安打了。在热身赛当中呢，2场比赛均有安打的一个表现，整体的状况呢蛮稳定的，感觉呢也越来越有自信。但不过其实这场比赛他的这次安打，坦白说啦，有一点点的这个运气成分存在，主要是因为这个击球角度不好了然后呢这个预期打击率呢也只有2成3，其实一垒手他是有赶到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弹跳的不规则，或者说打得比较强劲所以没接好这样子。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运气嘛也是实力的一种。上场2场比赛都有安打的一个表现呢，让他在竞争开季先发2垒的位置我觉得也是越来越稳定了那再来另外一位呢是今天的先发第4棒担任捕手的 Rush。 其实这个休赛季他的讨论呢一直都没有少过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他真的被很多人期待不管是球团的高层也好，教练还是球迷都预计呢他有这个实力成长成一位更有威胁性的一个打者。那么今天这场比赛他也敲出了在热身赛当中的第1支安打，3个打数1支安打，并且跑回来1分，表现不俗。那如果你把他这3次打击的数据摊开来看呢，你会发现虽然其中2次并没有击出安打，但可以发现他的击球出速呢都非常有水准。其中第1个打席呢还来到了 108.5 迈这种球在统计学上基本上已经是安打甚至是长打了单纯就只是因为这个击球角度太低了，所以最终2次呢都是打成滚地球出局，没有办法在垒上有人的时候呢敲出安打打回来更多分数真的是有点可惜了但不过或许我觉得就是后续可以观察看看他在垒上有人的时候打击状况有没有提升因为毕竟垒上有人的时候的那种心态啦还是会有差的。所以以整体来看，我觉得就是他的能力目前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可能要再适应一下垒上有人的情况下去做一些调整我想应该还是会有机会的。而且他在这个热身赛肯定会有一堆这个上场时间的啦，因为史密斯跑去打 WBC 了嘛，所以他一定要好好把握才行。那么 Rush 在最近的这个访谈当中呢，其实也有提到，就是2025年就是去年的那个菜鸟球季的那个机会来太突然幸福来太突然了所以他有点这个不知所措。所以今年对他来说就是要保持稳定那并对随时可能来到的这个机会呢，能够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那他也不会限制说自己只能去当捕手，只要球队有需要，他都愿意呢去守其他的位置。我觉得这个心态很棒对不对？就是把自己准备好嘛然后努力的去回应教练跟球团对你的期待，然后呢帮助球队赢球。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好加油吧。OK， 那么接下来呢是 Vesia， 他在今天呢有上来投了1局，上场的时候你有获得全场观众的一个欢呼，欢迎他呢回到球场上。那这场比赛呢他的用球呢也很精简，总共投了17球，送出了1次的3振。这17颗球里面呢有10颗是速球，7颗呢是滑球。他这场速球的均速呢是 90.9 迈比去年 92.7 迈慢了大概 1.8。那滑球的部分呢平均速度是 81.4， 比去年平均也慢了 3.4 左右那整体的控球呢还是不错的，他的速球的好球率呢有 40%， 滑球则展现出不错的挥空率有 33%。所以即便可以看得出来，就他的速度尚未恢复到他过去的水准，但控球跟节奏都在调整的一个轨道上，而且这也只是他出去的第1场比赛而已嘛。所以后续我觉得还是可以持续观察看看，就是 Vesia 他的速度有没有一个恢复的一个趋势但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投球有好的表现是一回事，能够健康然后保持好的心态能回到场上，
我觉得这个对 Vesia 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希望 Vesia 在这个赛季呢都能够很顺利，然后健康的投完这一整个球季。那最后来补一下，就是昨天对上教士队的 Will Klein， 终于啊，我们看到我们冠军赛的大臣上场了。这场比赛他只用了10颗球，我就让对手下课了。3名打者的都是滚地球出局，非常有效率。那么根据 Statcast 的数据显示，Will Klein 昨天的投球内容不仅是球速快，还展现出了极佳的一个压制力。首先是他的速球呢，依旧的很有水准。最快呢可以来到就是8.4迈，而且可以火球连发，让对方的打者很难有时间的去做反应。再加上有很好的这个上升位移呢，可以引诱打者出棒，让打者挥棒呢都打在球的下半部，造成滚地球出局。所以可以从这3次对决当中呢，你就可以发现打者的这个击球角度都是呈现负值的。那再来呢是他的球路组合呢也很好。均速90以上的这个四缝线速球跟卡特球，搭配变化幅度大的曲球跟 sweeper， 都让打者很难去猜到下一颗球是什么。所以配球的逻辑呢很成熟，跟捕手的搭配呢也很好，让他在春训的初登板呢就留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单，高效率、低球速，制造大量的滚地球。就是他本场的写照。所以希望他呢能够持续的保持下去，替自己在开季的时候呢拼一个位置下来。OK，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几场的战报内容了。那么接下来来更新一下球队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是先发投手的部分，那么根据 Dodgers Nation 的报道，伤愈归队的 Gavin Stone 明天会在对上守护者的比赛当中登板。那他目前手术后恢复的状况呢是蛮好的，在练习的时候呢球速呢也有来到96迈左右，状况是蛮 OK 的。那么再来是下一场周四对上响尾蛇，只是佐佐木将迎来他的春训首秀。这场比赛可以观察看看他有没有投出他新练的第3个球种不管是卡特球还是滑球等等的。还有他的速球的状况是如何，我觉得这2个都是本场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再来是周五对上白袜的比赛，只是雪哥 Glasnow 的先发。那么再来是228当天周六对上巨人，只是3本在春训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他就准备预计呢就是回到日本武士队报道了。那么另外呢再补充一个最新消息，就是3本跟球队这边有达成一个协议，就是在 WBC 呢会限制他的投球数，预计呢会是在45到50颗左右。那这个跟我们之前预测就是会有限制投球数的这个条件呢是符合的啦，因为球团跟教练这边之前其实有说过了，会严格控管他的疲劳累积程度，所以说也是在预期之内的啦，不要受伤，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前提。那么另外是 Blake Snell 的肩膀状况，目前呢还在观察当中。那么总教练也很明确的提到，就是不会硬性要求他就是一定要赶上开季，所以预计呢他应该也是赶不上，即便他可以，应该也是不会让他上了，因为之前其实有聊过，还是要以这个10月为考量嘛。更何况其实现在球队上面的投手很多啊，对不对？像刚刚提到的 Gavin Stone， 还有另外一位被总裁点名的这个 River Ryan 都可以顶上来啊，然后扛下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最后呢是 Kike， 那也一如之前的预测，就是被签回来之后可能会先被下放到60天的伤病名单，而目前呢确实也是这样子的，因为道奇从海盗的让渡名单当中呢签下了外野手 Jake Swinsky， 所以可能就是要先看一下状况之类的。整体的状况呢大概是这样。那么最后让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最近 WBC 呢已经准备要开打了。那我除了在官网有整理一些相关的报道以外，也开始着手进行相关的影片内容。像是这几天应该会发一支，就是关于韩国队在本届战力的预测排名低于台湾的这个状况，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是韩国棒球实力真的变很差，还是我们台湾实力真的快速成长呢？大概有这些内容所以大家如果对 WBC 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记得来看看哦。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希望你会喜欢。我是维克，下次再见，拜拜。